一般女生不会这样，我就是觉得她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棒。她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，我还不习惯。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。好，好，我是 Ashley，然后我身高168公分，体重52公斤。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巧克力，然后最想去的国家是荷兰。身高体重最重要。对，很对，对。其他还好。那你确实喜欢吃海底捞啊？也是啦。你想要去冰岛不是吗？也想。对啊。王世维178公分，68公斤。最喜欢吃的东西是，我自己也不太了解，应该是烧烤吧。最想去的国家是家里，因为我不喜欢出国。我哪有想要去美国啊？你想要去看 NBA 不是吗？哦，对，那也算对。比起巧克力、烧烤，我应该比较……看来我们没有很了解对方。Hello， 我是 Ashley， 我是尼克的未婚妻。Hello， 我是尼克，我是 Ashley 的未婚夫。第一次见面就是在 YouTube 的年终大会，然后当时就是有请香港跟台湾的 YouTuber 一起去办的一个聚会，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要互相认识对方，然后刚好就是我跟他在对面的时候，他的脸超臭的，然后我出于礼貌就说你好，我是 Ashley， 然后他当时眼睛没有在看我，但是他有在自我介绍，他要看后面，然后脸超臭的说。你好，我是这圈的编导，有机会合作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人的脸到底是在臭什么？而且我才是第一次见面就这样，所以印象没有很好。他下次又再来台湾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说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，然后可以拍个照骗个赞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是怪的，很奇怪的一个人，骗什么赞？然后都不认识，然后就说骗赞。我也想要打好那个海外的关系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吃个饭，结果去吃饭才发现说，奇怪，这个人不怪啊，这个人很正常，没什么问题啊，那为什么要讲那种很奇怪的话？于是最后我们就交换了 LINE， 然后是他主动跟我要 LINE， 对，然后我们就聊一聊，就聊到交往。第一次见面是在 YouTube 的聚会，对，然后我也是。你一定是对我的感官非常糟糕。对，因为脸很臭。我很 social。没有，你是脸很臭。我就是 social 啦，所以就是没有付出真心，就是啊你好，你好啊你好。你没有笑容啊。应该是交往一阵子之后，其实蛮长一段时间的。在大概还没确定要会跟他一辈子之前的那一段时间，我是觉得他是蛮糟糕的，脾气很差，然后又爱把其他生气的地方发泄在我身上，但不是那种，虽然不是那种大的发泄，就是那种看得出来他是因为心情不好，然后有点没耐性的那一种啊。可是我就是有点受不了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大吵了一架，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想怎样？就是我体谅你所有工作上遇到的不愉快或者是压力什么的，可是你不可以把气发泄在我身上，就是我都可以体谅你。然后那天我们聊完之后，他就很真诚的跟我说，他说对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我会改这样子。然后之后我就看到他的改变，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。我原本跟我家庭就是我有事才会去，但是他主动跟我的爸爸、跟我妈妈、跟我妹妹很好，一般女生不会这样，所以我就是觉得他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棒，他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我是听说过很多
他的事，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前，然后听说过很多他的事，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没安全感啦。可是他现在我都知道他所有的像是 Facebook、IG、手机的密码都知道，我随时想看就看，就是我可以随时看他的东西，然后他就是也没有什么秘密藏起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安全感的。他跟我想法很合，因为其实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所以就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，舒服到可以在一起一辈子。有，其实蛮多时候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知道都是那个冲动啦，因为吵架的时候一定会，就是很生气的时候，不然就算了这样子。因为每一段感情，每个人都不是那种就是跟你100%想法一样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不能遇到每一个不合的地方，就是想说分手算了，那就是永远没办法走到最后，所以我都会跟自己说要努力，就是大家一起踏过这个难关。对，他应该最想念我都帮他安排好大小事，如果他没有我的话，他可能会连剪刀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牙刷在哪里都不知道吧。他应该是离开我之后生活不能自理。对，如果我消失了，他应该会很痛苦。我消失，你应该会很痛苦，因为你比较需要我。自己讲的。你消失好了，然后我就留在这里，度过没有你的日子，说不定你会比我更好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再这么他妈任性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现在会每一件事情都会以你为主，在家里的地位永远是你是第一，第二是宠物，第三是我，永远都不会变。因为你离开香港，过来我这边跟我生活，你一定有很多不自在的部分，你一定不自在啊，一定离开原本自己的家，所以我尽量让你觉得这里像家。谢谢你都站在我这边，然后就是你都做得很好，就是谢谢，我爱你。对。嘿，哈，钥匙，我觉得这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以前车子很烂，是那个 Toyota 的，然后被我撞到，对，然后因为认识他，我们共同买了这台车子。送你啊，南轩，你会开的话，我又不会开车，是在暗示我说该买下一台吧？啊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因为他们有说可以准备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的事，所以我就准备这个你送我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求婚的时候你送我戒指。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，我是不知道你哪一天求婚，但是我有猜到你想要求婚，因为你用网站去看结婚戒指的时候，你忘记把网站关掉，所以我有看到你去看戒指这件事。你可以跟我求第二次啊！我可以跟你求一辈子。谁说求婚一定要一生一次？对啊，你可以一直跟我求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。